这个男人是史上最奇异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中充满了无数的谜团，让许多人无法理解，以至于他一生饱受了人们的冷落、批评，甚至讥笑他为傻子。但是面对这样艰难的困境，他却从来不轻言放弃，努力不懈地在乐谱上写下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恢宏音乐，让无数的支持者赞叹他为天才。这位既是傻子也是天才的神秘男人，他的名字就是布鲁克纳。为什么当一群人深信他是傻子时，却也有另外一群人赞颂他是天才呢？那些令人费解的音符中又有什么惊人的魔力可以征服这么多的崇拜者呢？为了要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特地来拜访了高龄88岁的世界级指挥大师英巴尔。It's such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have this interview with Maestro Inbal. So we have some question for Bruckner today. 英巴尔是世界公认布鲁克纳的权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本来都对布鲁克纳的音乐充满了偏见与误解，所幸直到了20世纪后半，因为英巴尔以及其他指挥家努力不懈的推广与演出，才让布鲁克纳的交响曲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大乐团经常演出的曲目。而随着今年布鲁克纳200周年诞辰的到来，这位世界级的大师也将要带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把布鲁克纳的音乐献给台湾的观众。在这样一位大师的心中，布鲁克纳的音乐究竟迷人在哪里呢？今天就让我们借由这个机会，跟随着大师的步伐，一起揭开布鲁克纳的神秘面纱吧。Bruckner need more time to mature inside. It's such of another kind of opening of the cosmos of I mean, it's extremely different. 在我们来解释布鲁克纳的音乐迷人之处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他的音乐为什么很常被人批评。很多初次想要认识布鲁克纳的人都会发现他的音乐有一些很奇怪的特性，让人感到满头问号。比如说第一个特性，他的音乐有很多的重复，我是说真的很多的重复。像是第8号交响曲第2乐章中的这一段，你可以数数看他到底重复了几次这个音型。Oh my god， 也重复太多了吧？重复在古典音乐里面常常被视为是一种罪恶。有些人认为，只有当一个作曲家变不出新的把戏的时候，才会开始自我重复。但是在布鲁克纳的案例中，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待会来一步一步探讨这件事情。第2个奇怪的特性，他的音乐有很多的停顿。比如说，我们来听第3号交响曲的开头这一段，我们现在听到一段很大声的乐团合奏，然后停顿。停顿，然后又是停顿。总之啊，这样子的特性就让一位评论家曾经这么说过：听布鲁克纳的音乐就像是穿越了一个充满红绿灯的城市，每当来到个路口，你总是会遇到红灯啊！不，总之这些奇怪的特性让很多人听布鲁克纳的音乐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崩溃。再加上他的交响曲都非常的长，每一首动不动就要1个多小时，如果没有 get 到他的点的话，会是一个超级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布鲁克纳根本是个糟糕的作曲家，甚至是个傻子。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看英巴尔大师怎么说。The way to think about music and what it expresses is totally new. He was very ahead of his time. That's what he had so much trouble. And as I tell you, the music is great. It's the greatest music. Very different from Mahler or from Beethoven. Or very different. So that's I can understand that people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其实布鲁克纳的音乐里面很多特色都不是没来由出现的，如果要欣赏他们，那我们就得要先理解他们背后的脉络。先来说说他的音乐里面为什么常常有这么多停顿的这件事情。布鲁克纳他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管风琴家，常常在教堂里面演奏管风琴。那大家如果有去过欧洲的大教堂，你就会知道，在教堂里面因为空间的关系，声音通常都会有很丰富的残响。比如说你今天大叫我是海牛，那如果是在教堂里面的话，声音就会变成这样子。我是你想想看，这样子的残响，如果换作是管风琴那充满威严的音色，充斥在整个教堂的空间之中，包围住你，久久不散，那种感觉会是多么的神奇又多么的神圣啊！所以在教堂里面演奏的管风琴，为了要让这些残响可以充分的挥发，作曲家就会常常在音乐中安排一些停顿。虽然乐谱上是休止符，但是你却可以感受得到管风琴的余音回荡在教堂的空间里，非常的震撼。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布鲁克纳在创作交响曲的时候就保留了这样子的习惯。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停顿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停了，而是要想象它的残响还充斥在休止符之中。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再听布鲁克纳的音乐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至于他的音乐里面有一大堆的重复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就像是在用一些微小的音乐素材去创造一个宏观的广大世界。就比如说，虽然一切的事物都是由原子所构成的，但是如果你把原子用不同的方式去排列的话，它们就可以产生一个浩瀚无垠的广大宇宙。布鲁克纳的音乐就是这样，虽然他的音乐里面总是有一些旋律不断的重复，但是大部分的状况，他在每一次的重复时都会让他的和声不断的变化，而且他的和声手法非常的特别，他受到了舒伯特很大的影响。舒伯特很喜欢用一种被称为3度关系的手法，也就是让和声以每次间隔3度的方式移动，比如说从 A 和弦直接往下3度到达 F 和弦，然后再往下3度到达降 D 和弦，然后再到降 B 和弦跟降 G 和弦。像这样每次间隔3度的和声进行，就会产生一种梦幻又虚无缥缈的色彩变化，让你感觉音乐仿佛是失去了重力一样漂浮在云层之中。比如说我们来听听他的第6号交响曲第1乐章的最后，这一整段音乐你会听到它的旋律不断的重复着，但是在重复的同时，它的和声会不断的以3度关系转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神奇。是不是很酷啊？我觉得这种奇幻的色彩就只有在布鲁克纳的音乐里面可以听得到。虽然它的旋律一直不断的重复，但是因为它的和声不断的转换，让这些重复的旋律仿佛就像是万花筒一般，让你看到了世间万物的永恒万变、无常流转。在非常粗浅的解释了布鲁克纳的音乐特色之后，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他所有交响曲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也就是第4号交响曲。我觉得光是这首交响曲的开场就体现了我们刚刚提到所有布鲁克纳的手法。他虽然一直都是同样的素材在不断的重复，但是却也因为和声的不断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盘古开天一般令人屏息的壮丽风景。这首交响曲的一开头，它从非常微弱的战音开始，仿佛是一丝细微的阳光从乌云中穿透出来的画面。接着法国号吹出了第1主题，
务馆也加入了，他跟法国号展开了对话。然后随着旋律不断的重复，和声不断的转换，音乐就这样子逐渐的延展了开来，仿佛是乌云逐渐退去，阳光越来越强烈。接着，主旋律出现了布鲁克纳非常标志性的2连音加3连音的节奏。然后，这个不断重复的2加3节奏就开启了一段壮丽的风景。在一个停顿之后，经过神奇的3度关系转调，我们来到了它的第2主题，一个充满乡村风格的音乐。从这些音乐里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布鲁克纳对贝多芬还有华格纳的崇拜。因为一开场的弦乐正音，仿佛就像是在模仿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的一开头，创造出了一种世界开端的景象。而且它同时把旋律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发展的手法，也让我们想起了华格纳的主导动机手法，也就是让一小段的音乐片段不断的出现、发展，然后用来暗示剧情进展的一种手法。因此，布鲁克纳的作品可以说是融入了这些大师们的精神，同时也注入了属于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产生的音乐。其实布鲁克纳的生平跟大部分的作曲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不像我们很多熟知的神童，比如说莫扎特啊、肖邦他们，从很小的年纪就崭露天分、出人头地。反而布鲁克纳的音乐起步是非常晚的，他直到30多岁的中年时期才开始认真学习作曲，而到他开始发表主要的作品的时候，那已经是将近40岁的事情了。你知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吗？看看历史上很多著名的音乐家，舒伯特在31岁的时候过世，莫扎特在35岁的时候过世，孟德尔松在38岁的时候过世，肖邦在39岁的时候过世。所以布鲁克纳跟他们比较起来，可以说是到了下半辈子才开始他的音乐事业。更可怜的是啊，在他开启了作曲的事业之后，马上就遭遇了一大堆悲惨的窘境，可以说是音乐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啊。当年迈入中年的布鲁克纳踏进作曲领域没多久，就在一些因缘际会下，跟他的大偶像华格纳成为了好朋友，两个人非常的麻吉。为了要对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前辈展现敬意，当时布鲁克纳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了，我要把我的第3号交响曲提献给华格纳。多谢多谢哈。结果谁也想不到，这个决定将会是悲剧的开始。
始。当时的欧洲音乐圈啊，其实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有两派人马针锋相对，一派支持华格纳前卫的音乐理念，另外一派则是支持布拉姆斯偏向传统的音乐理念。虽然华格纳跟布拉姆斯两个人彼此没有多大的冲突，但是两方的支持者却非常的敌视对方。而好巧不巧，布鲁克纳当时所居住的维也纳就有着非常多布拉姆斯的死忠支持者，因此当他宣布要把第3号交响曲提献给华格纳的时候，你看，就是他，我居然支持华格纳，小兔崽子找死了，一定要让他好看。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布鲁克纳的第3号交响曲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布鲁克纳其实早在1873年就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并期待着由维也纳爱乐来为他首演，但是没想到却遭到维也纳爱乐狠狠的拒绝了。遭遇如此的挫折之后的他，仍然不放弃的修改打磨这部作品，直到1877年，维也纳爱乐终于愿意为他首演这个新的版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就在首演前的1个月，原本答应要演出这部作品的指挥家突然过世了。于是布鲁克纳迫不得已只好亲自上阵指挥，但是没有受过专业指挥训练的他，当然是受到了维也纳爱乐团员的轮番羞辱。老兄，你的拍点可不可以指得清楚一点啊？不好意思，我改进。老兄，你这个地方写的根本就不合理啊！你有确定吗？这一段好难听哦，要不要回去改一改再来？不能这样演啦！为什么就对？在这些重重困难之中，这场第3号交响曲的首演也就成为了一场史诗级的灾难。当时来听这场音乐会的观众很多都是反对华格纳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欣赏音乐，而是来看笑话的。因此演出过程中，台下观众不时的发出骚动，甚至很多人毫不给情面的起身离场。到最后演出结束时，据说全场仅只剩下大约不到30个观众，而且当中有些人留下来就只是为了在最后嘘他的。这场史诗级的失败成为了布鲁克纳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如果换作是你会如何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放弃吧。但是布鲁克纳没有放弃，他不但继续修改这首第3号交响曲，也继续努力的创作新的交响曲，期待自己的作品终有一天能够获得世界的肯定。好险，皇天不负苦心人，在1881年，他的第4号交响曲发表的时候，终于获得了观众们的肯定。而之后到了他的第7号交响曲的发表，更是让他一炮成名，成为了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作曲家。虽然他最后终于是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但或许也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些挫败太为惨烈，布鲁克纳从此染上了疑心病。每一次同一首交响曲都要修改，举棋不定，留下一大堆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这首第4号交响曲前后林总共有7个版本，7个版本啊！当然啦，这7个版本里面，现今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只有3个主要版本，但这也足够让所有指挥家每次都要很苦恼，这次演出到底该用哪一个版本好呢？而这样子的麻烦，也就是我们后人所称的布鲁克纳难题。事实上，布鲁克纳的作品不被观众接受，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毕竟他的作品有太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部分了。但是这些不被人理解的表面之下，隐藏的却是一个世人们从来没有看过的美丽世界。如果没有用心的去深入挖掘，这个美丽的世界可能就会被永远的遗失在世界的底层。而我们这些活在地表上的人，如果要体会这些深埋在地底下的壮丽景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问那些曾经到过那里、看过那个世界的人，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因此，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跟英巴尔大师的访谈，看看他眼中的布鲁克纳到底是什么样子吧。So I will tell you,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Paris, they knew nothing about Mahler and nothing about Bruckner. Even Mahler? Even Mahler. So over time, I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who presented Mahler and Bruckner in these countries. And now when I go to Italy or Spain and I conduct Bruckner, it's a big event always. Yeah. So people learned to understand and to love Bruckner. Yeah. Bruckner need more time to mature inside. You have to be more experienced in life. If there is interest, I think they can understand Bruckner, because it's such of another kind of opening of the cosmos. It's extremely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also to Beethoven.
different to Mahler. Yeah. So we talk about how you think people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Bruckner's music, but I would also like to ask that how did you start to learn this music and how did you become an enthusiast? Yeah, me too. I was much earlier connected to the music, of course, of Beethoven and Mozart and all that, and Schumann and Brahms and Mahler. Yeah. Much earlier. Bruckner took more time. The reason why I had so much interest in Bruckner is that they came once, Hessischer Rundfunk, Frankfurt, where I was the chief conductor, and they presented me with the first edition of Symphony number 3, 4, and 8, which nobody played. Nobody played. Yeah, it no was recording, no 82. concert. 82 was it. They presented me the score, and I looked at the score, and I said, what's that? That's not the Bruckner which I know, which this is an avant-garde composer. Because when I looked at the Fourth Symphony, the rhythms, I thought I'm looking at Stravinsky, and he was much before Stravinsky. Yeah. Yes, they asked me if I would be ready to do it, and yes, I will do the symphonies. And then Teldec recorded it,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had a big influence. I discovered Bruckner through his first editions that nobody wanted to play. Yes, and then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I could not stop doing Bruckner. Yeah. Yes. But because we know that he revised his work a lot, do you think it's better No, you for know the what? later versions? You know what? Yeah. He wanted his symphonies to be played. He said, okay, you don't want to play the symphony as I wrote it. Right. I will arrange it so that you play it. He wanted to be played. I mean, a composer wants to be played. Yeah. What matter? He would put a symphony in the library and nobody will play it. He said, so the conductor said, you have to just change this and that and that. He sometimes made compromises because in the Third Symphony, as I told you, he presented something and then there are 2 bars, nothing happens. Yeah. Stop. So they told him, yeah, do something, so he put some timpani or something to connect, you know. Yeah. So like I say, yeah, there is a hole here, so they put something fix in it. Yeah, I do the Third Symphony only the original edition. Yeah. Because I think he did not really like the later do another version. And as I tell you, the music is great, it's the greatest music, very different from Mahler or from Beethoven, or very different. Yeah. Some people say he's like Schubert. Well, of course, all those composers could not come from nothing. But the way to think about music and what it expresses is totally new. He was very ahead of his time. That's what he had so much trouble. Yeah. But he conquered the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and also the Anglo-Saxon countries, like, let's say, England. Yeah. They got acquainted with his music much earlier than others, yes. But the others will wait. When I am 120, maybe he will be the most popular composer in Taiwan. I wonder. 今年是布鲁克纳200周年的诞辰，英巴尔将要带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在2024年的上半年乐季，从4月一路到6月，隆重带来一系列布鲁克纳的音乐会，演出他的第4号、第5号、第6号、第7号交响曲。这几首交响曲里面，每一首都是布鲁克纳人生中的精华。第4号交响曲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们刚刚也听过了，这是他最有名的一首作品。他的一开场那个如宇宙诞生一般的音响效果，本身就是经典中的经典。而第5号交响曲呢，则是布鲁克纳最有野心的一部作品。你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他透过这首交响曲，致敬了他心目中的英雄贝多芬。他模仿了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还有他晚期的钢琴奏鸣曲跟弦乐四重奏，先用了前面3个乐章的内容为最后一个乐章做铺垫，然后到最后一个乐章的时候，他不但集结了前3个乐章的内容，还把它们写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双重赋格。这个双重赋格是布鲁克纳所有作品里面多声部对位手法发挥到最极致的杰作，而且这些声部间的冲突酝酿到整个交响曲的最后，会演变成一个超级无敌震撼的结尾。之后
的第6号交响曲被很多人认为是布鲁克纳最奇异的一首作品，它里面充满了惊人的和声转折。除了前面我们讲到舒伯特的影响以外，也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华格纳的音乐。深入认识之后，会觉得它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尤其是那个慢版的第2乐章，简直是深沉到令人无法自拔呀。至于第7号交响曲啊，该怎么说呢？第7号交响曲当年的首演可以说是直接让布鲁克纳一炮而红，是他人生中获得最大成功的一部作品，直到现在仍然非常的红。光是第1乐章一开头那一段感情充沛的旋律，就向我们展现了天才的笔法。哇，真是太好听了！而更有名的其实是他的第2乐章，同样也是为了华格纳而写的。在传言中，布鲁克纳在创作第7号交响曲的时候，因为预知了华格纳的死亡即将到来，于是，在悲痛之下就写下了这个充满悲剧性的第2乐章。这个乐章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它的后半段的部分，我们首先听到了整个乐团的情绪被累积得十分高昂，好像是布鲁克纳想要带领我们通往某个地方。而接下来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达到了总谱上的排练符号 W 的位置的时候，整个乐团的声音在这一刻如山洪一般的爆发了开来。W 就是华格纳的姓氏的开头字母，因此传说中这段音乐所描绘的就是布鲁克纳得知华格纳死讯的当下的情绪。这个悲剧的强烈，实在是用言语难以形容啊。总之，这几首交响曲里面都有太多精彩的事情发生了。说实在话，我自己以前本来也不是那么喜欢布鲁克纳，但是因为这次机会对他做了全盘的研究之后，也对这位常被误解的作曲家彻底改观了。所以希望经过这部片的分析，还有跟殷巴尔的访谈，能够让大家跟我一样对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有更多的认识，也更愿意去接触他的音乐。所以大家是赶快把握机会去买票，亲身感受殷巴尔指挥下的布鲁克纳吧。输入我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的话，就可以享有8折优惠哟。那接下来影片的最后有个重头戏，我们来看看北市交的团员们对布鲁克纳还有殷巴尔的想法吧。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布鲁克纳吗？哇哦，他的作品嘛，对，非常伟大，然后需要长时间的理解。我觉得他是一个热情挥洒、创意的一个音乐色彩魔法师。龟毛的处女座，龟毛的处女座，就是无限的反复，就是反复的地狱，反复的地狱。我又来了，我又走了，我又来了。对，一个主题会一直从头到尾一直在反复出现当中。你喜欢布鲁克纳吗？还好，还好。看状况，看状况，看什么状况？看状况，说我们今天的体力是不是够负荷那个力量。又爱又恨，爱的部分是它有一些片段真的很好听，恨的部分是真的很难，曲子真的很长，需要很多的体力。OK。喜欢啊，但是对我们拉琴的人来说，在演奏上面来讲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呢？有一个技巧呢，大概是从头贯穿到尾。是什么技巧？想听听看吗？想。它叫做 tremolo， 也就是正音。其实它出现在 everywhere。这是真的谱上了吗？
不是，这是我捏造的。可以用你的乐器演奏一段这首交响曲里面你最喜欢的段落吗？第4号。好，没问题。我自己是第2小提琴，但是我今天呢，海牛老师的这个慎重的邀请，所以我非常的斗胆的，我们就稍微选一段第1小提琴的一个经典。你要造次了吗？啊，这样子说吗？那我尽力好不好？直接信手拈来，要不要直接篡位啊？没有。非常高兴遇到乐团的首席江老师。你好，你好。你知道你的谱为什么在这里吗？有，我觉得好像被设计了。没错，我们等一下很多东西要设计你。不是啊，我是说，对，他我就拉一个他比较第1乐章的旋律。好啊，好吧。你知道刚刚有一位第2小提琴的团员在这里拉，也拉同样的吗？一模一样的东西吗？老师是首席嘛，所以一定会跟指挥有非常密切的接触。所以想请问，你觉得你跟英巴尔指挥的合作，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那个英巴爷爷，爷爷啊，对，他真的是很有经验。那他可以用很简单的手势，然后轻松的方式，让我们很快可以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但是他又不失幽默。让我们能够在这种辛苦的排练下，不论怎么讲，跟他工作起来是非常愉快，非常愉快，对，非常愉快。哦，所以有从他身上就是更加认识布鲁克纳吗？因为他对，当然就是说，虽然他不见得跟我们解释非常多布鲁克纳的创作的背景或什么，但是我们会一直反复的，可能某一个段落反复的排练。当排练真的达到一个完美的时候呢，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How do you feel about working with TSO? Yeah. You know, for me, what is my interest to conduct orchestr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rehearsal and the concert. Yeah. The more difference there is, I'm happier.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hey are very willing and they want to progres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y a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ant to go deep into the music, and a lot of energy to do what's needed, because it's difficult, because I have many demands, you know. I'm not the kind of conductor wh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can go home. These are the kind of popular conductors, you know? But you cannot train an orchestra like that. Every orchestra of which I was chief conductor, when I began, they were at a certain level. When I left them after 16 years, like Frankfurt, they were already international. The same thing, even the Czech Philharmonic, when I took them, they were in a bad state. The Concerthaus Orchestra of Berlin, when I began with them, they were, let's say, here. When I finished, they say, nearly as good as Berlin Philharmonic. That's what interests me. So otherwise, I don't see any interest to conduct, because it should be always development and expressing really the desire of these fantastic, miraculous composers. I mean, really what the music wants to tell us. People who don't know yet Bruckner, they should just come to the concert and feel this sound, which comes like from the stars, from the cosmos. Let themselves bath in this sound. And then little by little they will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more like taking the state of the soul, more like meditation. Come to listen to Bruckner. Come to listen Fellows. to Bruckner.